老黄，看明白了吗？多久了都？搞得很严重似的。顾燕，何止是严重，是非常的严重。你的妻子已经是胃癌晚期了。胃癌晚期？怎么可能啊？小黄，你可不能开玩笑，再好好看看。阿姨，我是个医生，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您的儿媳妇儿的确病得非常的严重，大概还有不到1个月的生命期，必须得马上做手术。但是这手术的费用起码得100万。啊？多少？100万？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如果保守治疗的话，妈，不管砸锅卖铁，我卖血卖肾，我都要救小月。要不咱们把老房子卖了吧？兴许值100万呢。啊，妈！儿子，妈可以把房本给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妈，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先告诉他，是你得的胃癌。为什么？你就这么说。如果后面不是我想的那样，妈一定会把房本给你。哦，我知道了，妈。你想考验一下小月对我的感情，值不值得咱们家卖房救她？但小月跟我俩情比金坚呀，肯定经得住考验。走。怎么这么半天啊？磨叽死了。儿子，妈先去缴费。老婆，医生说医生怎么说？说我得了胃癌晚期，需要100万手术费治疗。什么？100万？你是要让我们家倾家荡产吗？老婆，你不想给我治啊？胃癌晚期，这不是无底洞吗？花钱治疗就是打水漂，到最后只会人财两空。老公，你放心吧，有病咱就治，我陪着你，砸锅卖铁也得治。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筹钱，绝对不能把钱浪费在这短命鬼身上。我的傻儿子，陈月消失的无影无踪，怎么可能是去筹钱了？妈，不许你这么说。我跟小月感情很好的，她不可能抛下我不管不顾的。开门！呀，妈，小月回来了，不跟你说了。老婆，你去哪儿了？打你手机也不接，消息也不带回的。岳母你也来了？哼，我女儿干什么还要跟你报备吗？堵在门口干什么？还不让我们进去？老婆，我想跟你说个对不起。其实吧，我根本……其实什么呀？难道你想说你没有得胃癌吗？我告诉你，你现在撒谎那已经晚了。你得胃癌晚期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女儿就已经告诉我了。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不要拖累我女儿。拖累？不是老婆，其实得胃癌的不是……顾燕，我们离婚吧。离婚？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应该拖累我。你先告诉他，是你得的胃癌。到现在才知道，老人们说的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根本想象不到那些抗癌家庭最后都经历了什么。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就是啊，到时候为了救你，我们又要卖房卖车，又要四处去借钱，最后人还没救回来，那等你死了以后，我女儿怎么办？老婆，你真这么想的？我希望你不要太自私，能多为我考虑一下。我想活下去这件事情叫自私？我只知道，如果现在是我得了胃癌，我一定会选择跟你离婚，绝对不会拖累你，选择独自承受。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是你说我女儿又犯了什么错呢？她还这么年轻，她的后半生那可怎么过呀？也许丈母娘说的对，我还很年轻，如果为了救老婆，到时候花光家里的积蓄，最后却救不回来，那我下半辈子该怎么过？你还是先看看离婚协议书吧。这简直就是一份霸王合同。离婚以后，我不止现金要分一半，房产要归老婆所有，留给我的只有一台车。我怀疑，要不是因为她不会开车，就连这台车我都守不住。你看看合同，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然后我们去民政局把婚离了。这合同根本不公平啊！房子是我买的，离了婚之后凭什么归你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娶我女儿的时候，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一定要有套房子才能结婚呢。现在不是离了吗？你还给我厉害了！这套房子那就是给我女儿的保障啊，为的就是以后你们结婚，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我得现在你生病了呀，我们拿走属于我们自己的保障，不是很合理吗？结婚说的保障是这个，彩礼也是保障，房子也是保障。我出轨了，保障归你；我死了，保障也归你，都他妈归你，我留什么？那我们女生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我赚的就没有你多，我多分点财产不对吗？这不正常吗？就是呀，而且你现在已经胃癌晚期了，你没几天的活头了，你拿钱治病那不是白瞎了吗？那留给我女儿还能享福呢哦。不可能！这房子是我的，我只是生病了，我又不是过错方，凭什么给你啊？你连最后的礼物都不愿意留给我了吗？以往他用这楚楚可怜的表情跟我讲话，我只觉得心疼，可这一次我只感到恶心。礼物，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我的房产，你厚颜无耻，管他妈这个叫礼物！苟言，你听我跟你讲嘛，这套房子给我女儿，那也不全是为了我女儿呀。你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是不是需要有人帮忙照顾你的父母呀？对不对？对啊，我可以帮你照顾你的爸妈。此时此刻，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结婚前你就说过，不愿意和我爸妈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才又买了这个房子。现在你说以后会照顾我的父母，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我不需要你帮我照顾我爸妈。好啊，那就打官司吧。你现在知道我得胃癌了，你要跟我打官司？我好声好气跟你讲话，你听不懂是吧？你非得要把我难听的话讲出来，对吧？你现在本身就有病，我们跟你打那几年的官司，我拖死你，你守得住这些财产吗？到时候你死了，还不是你的老父老母跟我们打官司？难道我们还怕他？这一家子都是白眼狼，亏我之前还想卖了老房子来救他的命。妈，先别生气，我来跟他说说掏心窝子的话。顾言，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现在是我生病了，我也会选择把大多的财产都留给你，因为我希望在我走了以后，有人能帮我照顾我的父母。是啊，你看看我女儿的觉悟，你再看看你，你不觉得很丢人吗？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呀？我想的是，夫妻之间可以共度难关。你这话说的就太幼稚了。我怎么幼稚了？夫妻共度难关，
这句话说的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是你拖着我去渡你一个人的难关。我现在是可以陪着你一起治病，然后呢，我花光了我的精力，耗光了我的青春，花光了我的积蓄，最后我变得人老珠黄，什么都没有，你轻飘飘的走了，留我一个人在人世间，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本来想他生病了，我倾尽所有也要把他救回来，可我没想到，如果换做我生病，他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拖累。什么叫拖累啊？这怎么能是拖累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发过誓，说不管贫穷还是富贵，都不离不弃的吗？你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是这样的。让我来跟你讲一下，如果我们不离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陪着你一起治病，陪着你一起治疗，最后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们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卖房卖车，最后背上了所有的债务。我们过着这种日子，你觉得这对吗？你老婆的医药费还差30万。到时候你病得连病床都下不去，还要我背着你去医院，我们又没了车子，我还要背着你去坐公交车，还要给你擦屎擦尿。如果我们真的过上这样的生活，你不会愧疚吗？我只是觉得，如果好好治疗的话，以后的日子还能会好起来的。我为什么要用余生几十年去赌你一个几率啊？如果赌赢了也就算了，如果赌输了呢？赌输了，这就是我一辈子。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一起面对，可结果呢？你就是自私的，你根本就只想要让我一个人去面对。我也是个人呀，你在你自己想活下去的时候，你没有想过吗？我也是个人，我只是想过平凡幸福的人生。好了，他这个人，他就是自私，从头到尾考虑的都是他自己，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我为什么要用余生几十年去赌你一个几率啊？你爱我，所以就应该要拖累我吗？是啊，我为什么要赌上自己余生几十年，去搏他一个几率呢？在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傻得可怕，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此刻你已经跌入深渊了，如果我能拉得动你，我一定会拉你一把。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无力，你把我的双手狠狠地往下拽，现在我们两个人只能一起被你拖进深渊里。确实啊，相爱过的人为什么要把对方拖进深渊里？是啊，你能这么想，那最好了。我要跟你离婚，绝对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是因为我们真的爱过，所以才绝对不能走到那一步。谁？儿子，那套老房子妈已经问过了，能卖100多万呢，够做手术了。能卖100多万呢？顾言，你已经跟你妈商量好要卖掉老房子了，是吗？这件事情你跟我商量过吗？如果今天我不跟你提离婚，是不是连这套房子你都要卖了？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自家人，他想的就是卖掉老房子，然后把他父母接过来。你到时候伺候的不止他一个人，还要伺候2个老人呢。你居然是这种人，为什么要把你父母接过来跟我一起住啊？那等会儿，你这个话说有点矛盾啊。刚才你说我只要把房子给你，你帮我照顾我父母，现在你又说凭什么跟我父母住一块儿？你到底什么意思？那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啊！你现在把你父母接过来了，耽误我的事业了怎么办？这套老房子不许卖，我告诉你，绝对不许卖！你要是把老房子卖了，那我女儿以后还怎么住新房子呀？到时候你父母肯定会仗着自己没地方住，赖上我女儿的。那老房子是我父母的财产，他们卖自己的东西，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啊？
个人哈，你不仅拖累自己的老婆，你还拖累你的父母。我发现你就是没有担当啊！反正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老房子不许卖，要敢挂上出售的牌子，我天天去闹，让别人买都不敢买。我算是听明白了，如果今天生病的人是我，他们不但要拿走我的房子和一半的存款，甚至还不让父母卖房，就怕我父母没地方住，会来这里和他一起住。为什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我是说过会照顾你的父母，但也不是现在啊！现在正是我的事业上升期，如果你耽误了现在的我，将来的我怎么帮上你的家庭啊？意思就是说，我花掉属于我自己一半的积蓄之后，我还不能让我爸妈卖房子来救我？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多考虑考虑我，也多考虑考虑你的父母。本来我还挺愧疚的，现在看来跟你离婚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真的是太自私了。事已至此，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白痴。要不是妈妈让我撒个谎，恐怕我真的把财产都用在这个坏女人身上。好，你要离婚是吧？离！那就行，你千万不要怪我。如果今天生病的人是我，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的。认真的吗？我当然是认真的。如果我说假话的话，天打雷劈。好，我签。我就知道当初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这样才是最好的。当初我们爱得那么轰轰烈烈，也不要让结局太难看了。甲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想把房子抢走？这是我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他同意了，那就说明他刚才讲的都是真心话，是我用小人之心去揣测一个君子了。如果他是一个真君子，那我当然竭尽全力的要救他。你口口声声说我拖累你，那我就把属于你的一切都还给你。这个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都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工资比你高，你也算赚了。我现在是一个生了病的人，给我留点财产，到时候我好变卖。我现在不会拖累你的。如果你还爱我的话，就不要夺走我想活的权利。结婚前说好给我一套房产当做保障的，现在我都要变成寡妇了，凭什么要拿走我的保障啊？换位思考后，就又不同意了。他前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现在看来都这么好笑。好啊，那咱们就打离婚官司。我看你这个病样子还能拖多久？可你讲好话的时候你不珍惜，后面我给你来点狠的，你就知道后悔了。从今天起，我天天在你们家老房子待着，你们要是敢卖老房子，我就闹。喂，律师，我这里没谈妥，打官司吧。律师？原来他不止准备好了离婚协议，甚至都已经请好了律师。我就说他速度怎么这么快，看来是找了一个专业的离婚律师。可悲的是，如果你遇到今天这种事，我还想方设法救你。哎呦喂，我倒是希望我女儿遭遇这一切呢，可惜呀，我女儿会长命百岁，而你却得癌症要死了。谁来的电话？那位专家已经到我们医院了，他可是咱们省内唯一一位能给胃癌晚期做手术的专家。哎，你可得快点啊！他只在这里停留1天，我这里好多患者等着排队呢。黄医生啊，我是顾燕的妻子陈月，她的这个胃癌手术我们不做了，钱是1分都不会出的。你把这个手术机会让给其他病人吧。等等，你说什么？不做了？哎，嫂子，你知不知道，如果错过这位专家的话，在咱们国内再想要做这样的手术，不用再说了，这钱我是1分都不会给他出的。你兄弟这条贱命，不值得我用100万来救。给他出？不是，你不会真的以为是他得了？等等，你说谁贱命呢？你才是呢！你全家都是贱命！
什么玩意儿？黄医生，我是不是能排到专家的手术了？是的，恭喜你。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好了，你唯一的治疗机会也没有了。事已至此，既然你不想签协议书，那我明天就直接去民政局领证离婚吧。财产还没分明白了呢，你离什么离呀？妈，可以先领了离婚证之后，再去打财产官司。啊，对，我国法律在婚姻法上明确规定，夫妻之间要有抚养义务。他想尽快离婚，无非就是不想尽一份抚养义务。那好，正合我意。你赶紧离。离。那就行，明天早上民政局见。到时候你死了，还不是你的老父老母来跟我们打官司？我们难道还怕他们吗？陈月，你我情分已尽。李少，我马上就要跟我那个得了胃癌的老公离婚了。你说我离婚之后，你就会娶我的？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呀？啊，当然是真的了。李少，你说如果是我得了胃癌，你会不会花100万给我治啊？你说嘛，会不会？到底会不会吗？当然会了，别说是100万，就是200万、300万，对于本少来说，不都是零花钱吗？都会给你花的。我就知道李少最好了。臭婊子，本少就玩玩，你还当真了？别说是胃癌了，就算你来了月事，老子都得马上让你滚。后面就慢慢打官司吧，看我不拖死你！好歹夫妻一场，送你个礼物吧。什么东西啊？之前我们俩一起去做体检，你太忙了没时间拿，我替你拿的。事到如今，干嘛还要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吗？我告诉你，没门儿！小月，你别信这个家伙的，他就是自私。你不要因为人家给你展示一点小关心啊，那你就心软。哎，人家的律师都说了，让我们别怕。好好看看吧。这什么意思啊？体检报告都看不懂吗？我告诉你，你少用这种爹味说教的语气跟我说话。我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你真让我恶心。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小月，这废物的体检报告有什么好看的？顾燕，你以为你拿出来这东西，我们就会同情你吗？门儿都没有。顾燕，离婚证已经到手了，你以为我还会心软吗？别再痴人说梦了。顾燕，你就等着上法庭开庭吧。就是不知道，你这个癌症还能不能撑到开庭啊？我肯定能活到开庭的时候，到时候你知道真相，别哭。你现在还在装什么呀，顾燕？死装货！真相不就是你这个窝囊废得了癌症还没钱治吗？是你自己拒绝知道真相的机会，到时候真相大白，你可别后悔。后悔？我后悔什么？难不成是后悔你这个窝囊废马上就要死了呀？要是拿钱给你去治病了，我才是真的要后悔呢。顾燕，你也别怪我们家小月心狠。你瞅瞅我们家小月，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当初跟了你都已经是下嫁了，你现在马上就要死了，难道你还要让我们小月后半辈子受苦吗？实话告诉你吧，我和海瑞集团的公子李元成关系匪浅，只要等你一死了，我立马就能嫁进李家，嫁入豪门。原来你早就背着我爬上别人的床，
枉我以前对你这么好，我真是瞎了眼。顾燕，这你就不能怪我们家小月了。动物还知道趋利避害的，更何况是人呢？要怪，只能是怪你自己没出息、没本事。现在你都得了癌症了，是个短命鬼。我是短命鬼，我没出息。到时候真相大白，你别跪着过来求我。李少，我跟我那个废物老公已经离婚了，你什么时候娶我呀？这臭婊子还真离婚了，还真想赖上我不成？不过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先玩几天再说。来，你把这个喝了，我就告诉你。我下的是迷药，怎么咳出血了？李少，我最近上火了，这应该是牙龈出血了。我做了体检报告的，我很健康的。走，没事儿。顾燕，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那个外包公司的顾燕，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找到他，不择手段，带他过来。是。哎，你这个得了癌症的前夫，是不是在我们海瑞集团的一个外包公司工作呀？好像是吧，不过我也不记得了。李少，他都是一个马上要死的人了，你还这么关心他做什么？虽然不知道表姐找顾燕有什么事，但我要是能提前找到这个人，说不定能敲表姐一笔。没事儿，明天带我去找他，毕竟也算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嘛，我应当去慰问一下的。哎呀，顾总监的代码真不是吹的，看着就是赏心悦目啊，这美得像一首诗一样。是挺厉害的。什么呀？我跟你们说，瞧在咱们公司啊，只有顾总监的代码能做到永远不出 bug，要不是人家是技术总监呢，你看那代码，真是佩服。这有什么可佩服的？说到底，不也就是一个敲键盘的码农吗？写的还都是一些维护网站的垃圾程序，这有什么技术含量吗？是啊，你懂什么呀？啊，顾总监可不是一般人啊！前几天可是有个大集团出高价挖他到技术部当总监，要不是咱们公司的刘总对他有恩，顾总监怎么可能会待在咱们这个小小的外包公司呢？就是啊，对啊，哇，哎呀，就算他真有点东西，那又怎么样？我可是听说啊，我们刘总从 M 国弄回来了一套 AI 程序，可以自动生成代码，而我刚好就会使用那个 AI 程序。AI 程序？哎呀，这顾燕呀，一天累死累活的，还不及 AI 2分钟生成的代码多呀。他早该淘汰喽。M 国的 AI 程序确实先进，但你也不该瞧不起我们这些手写代码的程序员。年轻人，心气高、文化高是好事，但如果轻视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的。顾总监，您别和他一样了。这个副总监没见过您的技术，我可是见过的。装什么？装什么呢？不就是个敲破键盘的吗？我就不信了，要真有大公司挖你，你会不走？这一天天的都在这里吹牛呢啊！让你去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找到顾燕了吗？江总，我已经派人下去找了，
但得到的回复是，顾燕前几天没有去公司上班，而且还听说她和那个外包公司的刘总关系很好，是不会离开那个公司的。赛局长，可以开出条件，只要他愿意加入海瑞集团，我可以直接升他做项目总监，年薪1000万，甚至分股份，只要他愿意来。江总，顾燕去上班了。好，我亲自去见他。有什么事？有什么事？你现在是不是在公司？是。又有大公司来挖你，对不对？你还不愿意走？哈哈哈哈！这一天天的痴人说梦，不怕把自己都给骗了。你有这功夫闲聊，不如好好提升一下技术。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空钻研技术呢？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装给谁看啊？还不去医院啊？不打算活命了？还在这胡说八道、危言耸听呢？顾燕，我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没剩几天好活了。嫂子，是不是顾总监又忙着工作，回家晚了，冷落了你啊？你别生气啊，两口子嘛，哪有不吵架的，是不是？你放心，我等一下一定好好说说他啊。你们还不知道吧？根据昨天的体检报告来看，你们顾总监啊，得了胃癌，还是晚期。胃癌晚期？医生说了，最多也就剩下1个星期可活了。陈月，他说的是真是假？这里是办公室，不是你造谣生事的地方，赶紧走，别耽误大家时间。顾燕，这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啊？怎么，我走了，方便你在这儿跟大家借钱吗？还要借钱？借钱？我可跟你们说啊，你们顾总监是一个没有原则、贪生怕死的人。得了胃癌之后，不想跟我离婚，一心想要拖我下水。现在在这装模作样的工作，也只是为了找你们要钱而已。你们借钱给这个短命鬼，我可管不着。但是我要先提醒你们，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你们要是借钱给他，他死了以后，可别找我来还啊。顾燕，你可别怪我啊，我跟你已经离婚了，我是没有义务帮你还债的。我倒要看看谁会借钱给你这个短命鬼！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你以为来这大闹一场就可以断我的活路是吧？我告诉你，很快你就会知道，是你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我心肠歹毒，你还是给自己积点口德吧。没几天可活了，下辈子就别再当个短命鬼了。还借钱，还敢诅咒我！我看你才是这个办公室里面最歹毒、最不要脸的人。你还想打我，顾燕？你这个短命鬼，你有什么资格打我？来呀，你打我一下试试！你这个短命鬼！大家都看到了，是他主动让我打他的。我遂了你的愿，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此无理取闹的要求。顾燕，你敢打我？你竟然连自己的老婆都打呀，还不赶紧道歉？闭嘴！你算什么东西？顾燕，你竟然真的敢打我！放开！大家都看在眼里了，是你主动让我打你的，我做到了，难道你不开心吗？好，你敢打我是吧？我现在就叫海瑞集团的公子李元成来，你就等死吧！我亲手把你送进大牢，让你死也要死在牢房里。您居然认识海瑞集团的公子这种大人物呀？那当然了，只有李少这样的大人物跟我站在一起，才显得般配。我跟你结婚真是瞎了眼。陈月，你这个心肠狠毒的女人，当年我跟你结婚也瞎了眼，还跟你白白生活这么多年。就你这个废物，跟我结婚这几年可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现在好了，你福气用完了，
你就等死吧，等着死在你那个阴暗潮湿的病房里。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老板好，老板好。哎，你们小夫妻在办公室里吵什么呢？我可是接到消息啊，等一下，海瑞集团的公子李元成、李少要来咱们公司，你们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顾燕，好好劝劝你的媳妇儿。我要是有这么如花似玉的媳妇儿，我捧在手心都怕化了，怎么还能好意思跟她吵架呢？顾燕哪能跟您比呀？她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连您的脚趾头都比不上。这么好看的老婆都不知道珍惜啊，是吧，小月？刘总，您还不知道吧？我已经不是这个废物的老婆了。她呀，刚被确诊了胃癌，没剩几天可活了。哎呀，出这么大的事儿，顾燕，你怎么不早说呢？不止呢，这个短命鬼现在还在公司到处借钱，想等着死了以后让我给他还债呢。什么？刘总，你就这么听他的一面之词？怎么，小月还能骗我不成？我从公司创业初期就跟着你，这么长时间没要过分股，没要过涨薪，我全心全意为公司。现在因为他一面之词，盼着我死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说你本来就要死了，我说你几句怎么了？而且你有什么资格分股涨薪？这公司是我的，你要不乐意可以滚呐，别跟着我干啊！我没资格。这么些年，我没日没夜的为你做项目，为你卖命，为你工作，我他妈没资格！你还敢顶嘴？你被开除了。开除？就因为他胡言乱语几句，你开除我？你说你都活不了几天了，我还留着你干嘛？留着你死在公司里，我还要给你赔钱啊！江总，您可是百亿上市集团海瑞集团的总裁，而顾燕不过是咱们下面外包公司的一个程序员，真的值得您屈尊亲自去请他吗？你可别小瞧了这个顾燕，她的技术是全球顶尖。当初要不是她选择回国安稳发展，恐怕现如今 M 国最顶尖的 AI 程序发明人的名字一定有顾燕一个。可是，而且据我得到的内部消息 ，M 国的一个 AI 巨头公司就是看中了那家公司，不对，准确的说应该是看中了顾燕的能力，打算和她签订100亿订单。我要在10分钟之内见到顾燕。好。你确定你真的开除我？这么多年我为你挣了多少钱？我为公司挣了多少钱？不说远的，说最近的，要是没有我，你怎么拿到 M 国巨头 AI 的100亿订单？顾燕呀，顾燕，真以为没了你，我这公司就运转不了了？马上，我从 M 国引进的 AI 技术就要到了。在 AI 技术面前，你顾燕算个屁呀！他只会写的比你更好，比你写的更快。哼，顾燕，现在你知道了吧？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还好我提前发现你胃癌，和你离婚了，不然真是要被你这个猖鬼废物拖了一辈子。还好你识相，没有一直缠着我。如果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把我哄高兴了，一会儿李少来了，我还能在李少面前为你美言几句，好让李少借你点钱，还能多活2天。用不着，谁活不活还指不定呢。你别给脸不要脸！不用你开除我，老子不干了，不干了，好自为之。谁是顾燕？李总，
李少，你怎么来了？是替总公司来视察工作来了吧？李少，你终于来了。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要被这个废物欺负死了。他呀，都敢打我了。打你都先脏了我自己的手。昨天刚离婚，今天就挽了别的男人，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夫妻情谊？哎，可不止今天啊！你老婆跟你离婚之前就已经勾搭上我了。这不，今天刚订了房，准备去大战300回合。哎，到时候给你录视频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顾燕，本来你也没剩几天好活了，就别再耽误我了，不是吗？你是真不要脸啊！出轨还这么义正言辞。哼，你这个废物，就算没得癌症，也是一无是处。真不知道表姐找你要干什么。带走。你要干什么？这不是李元成少爷的车吗？李少爷的车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也是来找顾燕的吗？糟了，李元成从小就混不吝，千万别让他冲撞了顾燕。走。李少，你看你把他吓的，本来就没几天好活了，让你这么一吓，又得少活1个小时。早死晚死的事情嘛，一条蝼蚁的命，谁在乎呢？刘总，我教育一下你的员工，没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他呀，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员工，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的。小月，这次多亏了你，我才能赶在表姐之前把这个废物带回去。说吧，要什么奖励？李少，你可是答应过人家，只要一跟这个废物离婚，你就娶我的。这个等会儿再说。等我先把这个废物带给表姐。动手！干什么？姐夫淫妇，不得好死！顾燕，李少，不如我们先把这个废物的腿打断，抬回去吧。实在是太吵了。我看谁敢！表姐，你怎么来了？江总，这位就是海瑞集团的江总。不错，正是我们江总。江总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蓬荜生辉呀！李元成，过来。李元成，谁让你过来撒野，对顾先生不敬的？顾先生，表姐你搞错了吧？他就是外包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你竟然为了他打我！哎，刘总，这个就是海瑞集团的女总裁，本市首富江婉星。海瑞集团可是咱们本市的最强科技公司，如果能跟他们公司搞好关系，对咱们公司将是一个质的飞跃。好，江总啊，他就是我们公司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员工了，你说你关心他干嘛呀？走，里边请，我亲自为你沏茶。顾先生，我是海瑞集团总裁江婉星，现在想聘请您为我们公司的项目总监，年薪1000万。年薪1000万，还要额外给您配备花园别墅1套，迈巴赫专车接送，额外赠送给您10%的集团股份。顾先生，如果您还有其他要求，尽管提出来，请一定要加入我们海瑞集团。江总，我非常荣幸能够加入海瑞集团，即刻起，我就是咱们集团的一份子。
相信我，我会为我们集团贡献出你想象不到的价值。表姐，你糊涂了吧？他就是一个废物，你凭什么给他公司10%的股份？连我都没有，他凭什么呀？闭嘴！江总，你没搞错吧？你给他1000万年薪，还有10%的股份。我知道你们海瑞集团是本市的最强科技企业，实力雄厚，但也不至于乱开价吧？他呀，就是我们公司最普通的一个员工，虽然有点敲代码的技术，但已经被我的 AI 技术已经取代了，他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呀。刘总，你还真是鼠目寸光。顾先生可是帮你拿下了 M 国的100亿订单，现在你竟然说他就要被 AI 取代，还说无用武之地。如果没有顾先生，就你们这种没有半点技术可言的科技公司，最多半年就会倒闭。什么？没了他，我们公司会倒闭？江总啊，我们公司可是刚刚拿下了 M 国的100亿订单，你不会以为也是他的功劳吧？你觉得你们这种规模的小公司，如果不是因为顾先生的代码技术，还有什么能被 M 国公司看中的呢？江总啊，江总，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公司刚刚引进了国外的 AI 编程技术，敲代码的速度是人工的10倍，甚至是100倍。他顾燕敲1个月的代码，还不如 AI 1天敲的速度呢。这套 AI 编程技术可是全球最顶尖的，足以拿下 M 国的100亿订单。我猜测，也是因为国外看中了我们这套技术，所以才跟我们公司合作的。用 AI 来完成每个订单，怎么样？惊讶吧？这么聪明的办法，寻常人根本想象不到。不过也不能怪你，你毕竟太年轻了。商场如战场，你不懂得灵活运用。估计呀，以后海瑞国际迟早也会栽在你的手里。我惊诧的是，你竟然会蠢到用 AI 来完成 M 国的订单。你觉得 M 国人是傻子吗？之前说你半年倒闭，现在看来是说多了。这笔100亿订单的罚款，恐怕就能让你直接倒闭。你放屁！你才放屁！你嘴巴放干净点。你分明就是嫉妒我的100亿订单。这根本就不用嫉妒，因为这100亿订单如果没了顾燕，你根本就拿不下来。到时候这笔100亿订单自然就落到我海瑞集团了。你以为挖走我们一个员工就能拿到这100亿订单？告诉你，白日做梦！实话告诉你吧，你挖走的这个员工，估计你也用不了多久了。用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小月，你来告诉江总。我是顾燕的妻子，哦不，前妻。你刚刚挖走的这个员工已经确诊了胃癌晚期，应该也就剩1个星期可活了吧？顾燕，人家给你开了1000万年薪，你有命花吗？胃癌晚期？顾先生真的得了胃癌晚期吗？我骗你干什么？他刚刚准备卖房给自己做手术治疗，可惜了，他的手术已经被我拒绝了。他现在啊，只能等死了。哼，你们海瑞集团再有钱，也不可能在1周之内给他找到一个治疗胃癌晚期的医生吧？快，马上去找国内最顶级的医疗团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准备胃癌手术。是的，江总，我这就去。江总，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哼，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治疗了，他的这条贱命根本就不值得花几百万来救。再说了，1周的时间也根本就来不及呀。确实，1周的时间确实不够，只不过等死的人不是我，而是你陈月。你还在死鸭子嘴硬，你别等到1周之后死了，喊老娘去给你出殡。顾燕，你还在死鸭子嘴硬，你别等到1周之后死了，喊老娘去给你出殡。说实话，江总，我还得感谢你呢，要不然他死在我们青龙科技，搞不好我还得给他一笔赔偿金。这下好了，省了。刘青，你别太过分了，他怎么说也是你公司的员工。员工？
一个被 AI 取代的废物，一个即将病死的病人，我巴不得他能早点走呢。就是啊，这种人啊，就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李元超，你给我闭嘴！刘青，像你这样的人不配做老板，你就活该破产倒闭。就说我这种人即将拿到100亿订单，而他这种人即将死在病床上。刘青，我当时是瞎了眼跟你混，我为公司10年之间立下多少汗马功劳，而你呢，现在对我弃如敝履，还有你们2个，迟早遭报应，到时候别跪着过来求我。放心好了，江总，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胃癌手术。我相信我能活到至少80岁，我一定会为我们集团鞍前马后。我信你。像你这样的栋梁之才，如果有什么闪失，不仅是我们海瑞集团的损失，同样也是整个华夏的损失。如果你身体有任何抱恙，请一定不要隐瞒，我会动用整个医疗资源来为你诊治。谢谢江总，我一定会用我毕生所学来报答您的恩情。哦，对了，像他们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拿到 M 国的100亿订单的，到时候我们可以顺手牵羊，一定拿下。哦，对了，像他们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拿到 M 国的100亿订单的，到时候我们可以顺手牵羊，一定拿下。那太好了，咱们现在就回公司去签订合同。好。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跟我回去，小心我停掉你银行卡。李少，江晚星这个贱人，不仅挖我的人，还咒我的公司倒闭。看我完成这100亿订单后，成为本市首富，我怎么打压他的海瑞集团？首富？刘总，马上就要成为首富了吗？哼，没错，到时候我顺利完成这100亿订单，我青龙科技就可以顺利登顶本市首富。到时候，就算是海瑞集团，也得在我胯下称臣。江晚星这个贱人，到时候我要让江晚星这个贱人跪在我胯下求饶，我要让他颜面扫地，我要让顾燕这个墙头草不得好死。哇，刘总，你也太男人了吧，太帅了。其实我还可以更男人一点。哎呀，刘总，你坏。来，跟我来，我还可以更坏一点。那刘总，上次 M 国的团队过来后，好像就是看了顾燕的编程技术，才与我们公司合作的。那刘总，上次 M 国的团队过来后，好像就是看了顾燕的编程技术，才与我们公司合作的。分明是 M 国的调查员看中我们公司的 AI 编程技术。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敢帮着外人说话！我看你是不想干了。你如果再敢帮他说一句话，就卷着你的铺盖卷给我走人，别在我青龙科技干了。就是，当时我可是都看着呢。这个 M 国的调查团队就是看中了我们公司的 AI 技术，这100亿订单跟他顾燕有个屁的关系啊！这还得是咱们刘总高瞻远瞩，提前引进了那 AI 技术，你们说是不是？啊，是是。顾先生，这是我们江总特地为您准备的办公室，
这台电脑是我们整个华夏配置最高的电脑，足够你完成各种编程和代码。顾先生，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我，我会马上派人去安排。是的，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江总说，我们江总都会全力配合的。现在整个海瑞集团除了江总，你可以总管一切。这配置也太好了！当初我要有这种配置，我编程的速度至少提高1倍。江总，谢谢你。以后我生是集团的人，死是集团的鬼。那你不是应该是我的人吗？江总，你快看手机！最新的新闻发布会，青龙科技将在3天后宣布和 M 国的100亿订单，到时候就连市长也会亲自到场。3天后，市长也会到。恭喜青龙科技公司同 M 国米吉尔公司正式签订100亿订单，该项目将于3日后正式交付。感谢青龙科技为本市的 GDP 做出的贡献。我青龙科技的 AI 技术乃是全球最顶尖的编程技术，一定能够顺利交付米吉尔公司的网络防火墙项目。到时候，我青龙科技将会顶替海瑞集团，成为本市的科技龙头企业。让我们提前恭贺刘总。看刘谦那胸有成竹的样子，不会3日后真的能交付米吉尔公司的防火墙项目吧？那到时候可就糟了。那个刘谦的 AI 技术真的这么厉害吗？米吉尔公司的项目是需要青龙科技公司打造出一个能够抵得住全球最顶尖黑客攻击的防火墙系统，难道他们真的能够？江总，我觉得现在可以喝一杯红酒，放松一下。你的意思是，他们用 AI 根本就做不出防火墙系统？江总，我觉得现在可以喝一杯红酒，放松一下。你的意思是，他们用 AI 根本就做不出防火墙系统？不，他们做得出来，只不过他们网络防火墙的系统根本不堪一击，完全达不到米吉尔公司的交付要求。青龙科技公司的 AI 系统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出18道防火墙，但是只是花架子。只有我制造的晚星防火墙系统可以完全交付。那你是说？没错，我已经做出来了，只不过还没有跟刘青说过。原本想着给他一个惊喜，结果他弃如敝履。江总，您看，整个华夏能做出此系统的就我自己。这个晚星防火墙系统可以抵御全球最顶尖的黑客攻击，只要我们江总，你不会喜欢我吧？你别乱说啊！我刚刚只是凑得近了一点。江总，你要是喜欢我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培养培养感情的。毕竟我前段时间跟我老婆刚刚离婚。你要真喜欢我的话，其实晚上我们可以去喝一杯。你别乱说，谁要跟你在一起啊？哎，顾先生，你刚刚说你的防御系统叫什么晚星防御系统？那不是我们江总的名字吗？你不会对我们江总……没有，我是临时想出来的啊。不过，你真的和你老婆离婚了？他之前以为我是胃癌晚期，怕我拖累他，就早早跟我离婚了。但其实得胃癌晚期的是他。大概就在3天后，
青龙科技公司交付仪式上，他应该就会并发了。那他可真够蠢的，既然他不要，那我可要了。啥？没，我是说3天后你真的能拿下那笔100亿订单吗？江总，请看，我做的系统虽然只有1道防火墙，但坚不可摧。只要我们明天拿着这个 U 盘到交付仪式的现场上，米杰尔公司就会求着让我们跟他合作，到时候100亿订单直接拿下。我们都离婚了，你怎么进来的？我今天火速赶回来，就是来跟你复婚的呀。听说你现在1年能赚1000多万呢，1个月就是有100多万。这个钱给你也没什么用，放在你手里也不是特别稳妥，交给别人呢，我也不太放心。所以这个钱啊，还是放在我手里最好。这女人还真是不要脸，就差把我是为了钱回来写在脸上。至于这个复婚嘛，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你听一下。复婚，你拿出388万的彩礼给我，毕竟现在你也刚得到江总的重用。这388万呢，也就是意思意思，证明一下你心里还有我。要不直接给你买棺材好了，这够重视吗？还有呢？还有就是以后你的工资也要全部上交给我。不是工资，你未来马上要死了对，你的抚恤金以后也要全都上交给我。以后呢，我就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家里的钱你就无权过问了。如果你需要干什么的话，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对，你的抚恤金以后也要全都上交给我。以后呢，我就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家里的钱你就无权过问了。如果你需要干什么的话，你就跟我说就行了。这些钱我有其他用处，每个月我要给我妈和我弟弟发生活费。我爸妈年纪大了，我弟弟也没工作，所以以后你也别问这个钱拿去干嘛了。对了，再跟你说一下，我弟弟有计划，应该是要买辆车，这个钱呢，应该也是从咱们家出。我以为是娶了个祖宗，原来是娶了祖宗全家。你爸妈还有2000的养老保险是吧？这养老保险，这样吧，每个月拿1800给我弟去还一下房贷，我弟那房贷刚好1800，还剩200呢。剩那200块钱就每个月给你爸妈放一筐白菜土豆在门口吧，好不好？你给我爸妈就吃白菜土豆？他们年纪大了，白菜土豆多有营养啊，又好吸收。我这是为你爸妈好。你他妈喂猪呢！我这样的媳妇儿，你打着灯笼都难找，你能找到我都算是你们全家上辈子烧高香了，又孝顺又顾家。对了，你那个抚恤金，回头等你死了之后，我就给你挑一个骨灰盒吧。那墓地咱就别买了，那市区里的墓地现在可都贵着呢。我现在特想抽你，滚！顾燕，你干什么？你马上都要死了，我也是为你好。滚蛋！你别后悔就行。哼！这 AI 编程写出来的代码好像很厉害啊！看来这次青龙科技要一飞冲天了。确实不错。青龙科技这 AI 代码看上去倒是有点东西啊，只是这一行行代码根本就经不起推销测算，徒有其表而已。如果碰上真正的黑客，不出几秒，不攻自破。况且合同上面也写了，如果他们这次交付的项目达不到米杰尔的测试标准，刘青将会赔偿10亿的违约金，恐怕他会破产。哎呀，这不是江总吗？你也是来见证我青龙科技交付仪式得到100亿财富的？也好也好，正好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与我青龙科技的 AI 编程相比，他顾燕的那点技术是多么的垃圾。刘青，你跑的这个代码我看过了，只是个花架子，根本完不成交付。我看你啊，这完全就是嫉妒。我这 AI 编程跑出来的代码，可比你手工跑出来的不知要强多少倍。顾燕，你就是一个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垃圾。我劝你回去好好检测一下你这个用 AI 编程做出来的系统，免得最后啊赔偿10亿违约金，倾家荡产。我劝你回去好好检测一下你这个用 AI 编程做出来的系统，免得最后啊赔偿10亿违约金，倾家荡产。顾燕啊，你以为我青龙科技离了你就交付不了订单了？告诉你，青龙科技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顾燕，你是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吗？就你那点技术，怎么跟 AI 编程相比啊？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要是真有点本事，我们的生活至于这么没有起色吗？简直可笑。以我的本事，在其他公司最少年薪100万。刘青只给了我1个月4000块，要怪啊，全怪他。你自己一无是处，还赖刘总？一个将死之人了，不在家里面好好待着，跑出来丢人现眼干什么？我真是后悔跟你结婚。就是，我女儿跟了你，真是瞎了眼了。陈月，我劝你赶紧去趟医院，看看自己的身体，别到时候啊后悔莫及。顾燕，你快闭上你那个乌鸦嘴巴！明明是你自己要死了，你还诅咒我，不就是有江晚星给你撑腰吗？你得意什么呀？你这条贱命，他有多少钱都救不回来，胃癌晚期，你醒醒吧！陈月，你别太过分了，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好歹也是你的前夫。前夫？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恩断义绝，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得罪了刘总，就是该死，我还巴不得他早点死呢。陈月，你这个混蛋！我什么我？你什么你啊？他刚进公司你们就勾搭上了吧？我劝你啊，还是趁早赶紧给他买个棺材吧。他刚进公司你们就勾搭上了吧？我劝你啊，还是趁早赶紧给他买个棺材吧。给自己买口棺材吧，我都不想搭理你，免得你死之后啊变成冤魂过来缠我。我看谁化作冤魂还不一定呢。孙市长，来，里面请。诸位，这位是孙市长，今天特意来见证我们的交付仪式，大家欢迎。好，今天呢，我亲自来见证交付仪式，就是想告诉大家以及本地的企业，要多向青龙科技学习。青龙科技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的项目，实乃本市一大创举啊，彰显了我大夏的国力。同时啊，我也相信刘青能够带领本市的科技企业更上一层楼，为本市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场的企业家们、老板们，今后啊还要多向刘总学习，要以刘总为榜样啊！晚星啊，我当然也很器重你们海瑞集团呢。感谢你们海瑞集团啊，这些年给本市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后来者居上啊，不能仗着家大业大就目中无人呐，还是要多向刘青这样老一辈的企业家学习跟讨教。感谢你们海瑞集团啊，这些年给本市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后来者居上啊，不能仗着家大业大就目中无人呐，还是要多向刘青这样老一辈的企业家学习跟讨教。
孙市长，江总啊，的确应该向我们好好学学。他们公司呀，现在还在沿用着手工敲代码的方式，而且用的还是我们公司淘汰的垃圾员工。要我说呀，他们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那倒闭那是迟早的事儿啊。刘总，我劝你话还是别说得太早，你这交付仪式可还没开始呢。据我所知，到时候你要是完不成米吉尔公司的检验，你可将会面临10个亿的巨额赔偿，到时候你可是会倾家荡产。10个亿，倾家荡产？江晚星，我的江总啊，你可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了。以我青龙科技的 AI 编程实力，怎么可能完成不了米吉尔的测试？18道防火墙坚不可摧。我看你啊，就是羡慕嫉妒恨。要我说呀，不如这样，你们海瑞集团成为我们公司的子公司，让顾燕去打杂，让她每天打扫厕所，清理下垃圾。或许我会大发慈悲，给你们一点订单，怎么样？刘总，要我说，顾燕这样的垃圾员工，海瑞这样的落后公司，根本就不配得到国外的订单。他们这种垃圾公司就应该被市场慢慢的淘汰。我现在看见他们就觉得恶心。听到了吗？看见你们就觉得恶心。哪有你什么事儿？海瑞科技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评头论足了？你个墙头草，臭婊子！哎呀，李少，不要发这么大的火嘛！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呀。我们将公司落后的员工给剔除出去，你们公司却给收留了。那你们公司不倒闭，谁倒闭呀？等等，你说你把顾燕踢出了青龙科技？他不过是我们公司一个垃圾员工，写代码的速度极慢，完全比不上我们公司刚刚引进的 AI 编程技术，所以他现在没用了，我们自然是把他剔除了嘛。刘青啊，你眼瞎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此次米吉尔公司就是冲着顾燕的代码编程而来的吗？你多虑了，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怎么可能引得来 M 国的100亿订单呢？他们肯定是看中了我们的编程技术，才与我们公司合作的呀。鼠目寸光，鼠目寸光啊！那 AI 编程固然强大，可顾燕远比那 AI 编程强大10倍啊，不，100倍。科技不断进步，人力怎么可能比得过 AI 嘛？他顾燕的水平跟 AI 编码怎么比呀？他是什么废物，我可是一清二。小月，你没事吧？都吐血了。这姑娘没事吧？怎么都吐血了？哎呦，你看，吐了好多血啊！月儿，月儿，我没事，我最近有点胃疼，可能是上火了。我吃点止疼药就好了。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呦，你吓死妈了！我以为你得了什么大病了呢。算算时间，今天也差不多就要到发病的日子了。姑娘，我是医药公司代表，从医30年，能否为姑娘号号脉？好。胃经如坠深渊，血气虚有其华，四脉隐隐浮现。姑娘，你的身体有问题，老夫建议你还是赶紧去医院早早看看吧，不能再拖了。这不至于吧？老夫号脉就从来没有出错过。啊？有这么严重吗？好。那等这个交付仪式之后，我就去医院。哎，不就是胃疼吗？我每次喝酒喝多了也一样会疼，一点小事情不要在意。等过会儿空了，我亲自送你去医院啊！对，这个100亿订单，这可是大事啊！好。本来就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又错过了最后手术治疗机会，别说现在去医院了，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陈月。我劝你赶紧去医院吧，就算救不了命，到时候发起病来还能好受点。顾燕，你这个乌鸦嘴，我现在胃疼都是被你给气的。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刘总嫌你没用，将你从公司剔除了。但我现在是刘总身边的人，
你就是嫉妒我站在刘总身边，我说的没错吧，顾燕？可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得了胃癌，马上就要死了。可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得了胃癌，马上就要死了。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一会儿如果事实揭露了，你别哭着喊着跪着求我救你这条狗命。我呸！救你还好心提醒，你不就是嫌我女儿把你给甩了，你心里不舒服吗？想在这里找回场子吗？我告诉你，刘总完成100亿订单之后啊，那就是要成为100亿富翁的，即将成为这个市的首富。我女儿以后跟了刘总，那是要成为贵族的。你这辈子都别想再从我女儿这儿找回场子了。无可救药啊。顾燕，小月现在即将成为总裁夫人，而你充其量就是个小员工，你还没有资格对她指手画脚。我劝你啊，还是摆正好自己的位置。就是呀，我女儿已经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你算什么东西啊？顶多就算一个泥鳅，也就只配在泥里边打滚。陈月，我告诉你，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别说什么100亿订单了，就算1000亿万亿，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跟我没关系？我马上就要成为总裁夫人了，跟刘总有关系的，就是跟我有关系。你现在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总裁夫人说话？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谁说他不配？他可是总裁丈夫。谁说他不配？他可是总裁丈夫。江总，你没事。陈小姐，他现在是我的人，想要动他，得先经过我的同意。刘总，好心提醒你一下，你离这个女人远点，小心一会儿啊，惹得一身骚。顾燕，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吧？我跟刘总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你眼红是吧？我告诉你，我跟你离婚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简直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现在你马上要死了，还想拖着我一起死是吧？陈月，记住你现在这副嘴脸，一会儿刘总带你去医院的时候，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到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你得了吧，你那点小心思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吗？要是早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初就不让我女儿跟了你，晦气的东西。你也蠢？什么？你敢骂老娘蠢？老娘这就跟你拼了！没有必要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是啊，和一个快死的人计较有什么劲儿啊？顾燕，这个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到时候我和小月的请柬会发给你一份的。哦，对了，到时候你已经胃癌晚期死了。今天是我青龙科技同米吉尔公司项目交付的喜日，即日起，我青龙科技公司正式取代海瑞集团，成为本市的科技龙头企业。诸位，只要愿意同我们青龙科技达成协议，结为同盟，将海瑞集团扫地出门，那我便将这100亿订单分部分出去，让各位老总也都能接到米吉尔公司的项目。诸位，如何呀？我青龙科技自愿加入同盟，斩断同海瑞公司的一切来往。我也愿意把海瑞集团赶出去，同青龙科技合作，达成同盟，踢出海瑞；达成同盟，踢出海瑞；达成同盟，踢出海瑞。小刘啊，你这样的商业竞争是不是太野蛮一点了？影响本市的风气。海瑞集团这些年一直把控市场，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发展着想。我们青龙科技集团既然有这样的实力，打破这样的局面，我肯定是要为大家谋福利的嘛。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刘总，我劝你别得意的太早，现在就说带着诸位老板赚 MB 是不是太草率了点？别急，到时候你完不成这100亿订单，无法经过米吉尔公司的检验，自然会由我海瑞集团来经手该项目。江婉欣，我的江总，你还真是一副家长的模样。今时不同往日了，你以为现在的市场还是由你海瑞集团说了算呢？
在座的各位可都不是傻子呀！众所周知，只要我完成这笔订单，这100亿的项目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后续的合作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到时候你海瑞集团算个屁呀！别说是你们海瑞集团了，放眼整个华夏的科技巨头中，也必然得有我的一个位置。刘青，话别说这么早，什么100亿订单，后面的合作源源不断，到时候啊，你自保都难。就你们做出来这种破东西啊，米杰尔公司看到之后，8成是让你们赔得倾家荡产，到时候你裤衩都不剩，只能上街要饭去。你个兔崽子，我真想给你！美国米杰尔公司总裁陆森先生到。陆森先生大驾光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市长，特来见证我们的交接仪式。欢迎来到本市。今天总部派我过来进行交付检验，如果贵公司能通过交付检验的话，将会收到100亿的酬金，还有后续的合作项目。好啊，太好了！只要贵公司能够顺利通过检验，我将一次性结清100亿的美金。哎，一次性结清。哎，这就是100亿的支票啊！发达了！我们就要成为100亿富翁了！陆森先生，贵公司出手之阔绰，真的是让人震惊啊！您尽管放心，我们青龙科技的 AI 编程技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青龙科技以后将是贵公司最好的合作伙伴。刘先生，不知道可否先看一下交付项目呢？我想知道贵公司的项目到哪种程度了。陆森先生，请。陆森先生，请看，这就是我们青龙科技做出来的安全防御系统，18道防火墙，足以抵抗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客攻击，足以保证贵公司的网络安全。Oh my god！ 18道防火墙，刘先生，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刘先生，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18道防火墙，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安全系统上见到这么多的防火墙。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具体的检验了吗？当然可以啊，陆先生，请便。我们将植入米杰尔公司的病毒，如果您的程序能够成功抵挡，就算顺利通过检验。陆森先生，我们这可是18道安全防火墙，就算是能突破1道、2道，甚至是10道、8道，那也不可能一下子突破18道嘛！哇，刘总太厉害了！不愧是青龙科技的编程技术，这才刚刚过第1道墙。看来这些木马和病毒对这些防火墙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啊。对啊，不愧是老牌的科技公司，这做出来东西就是不一样。听说他们所使用的可是最新的、最先进的 AI 编程技术。看来青龙科技公司淘汰的某些伪劣的落后人员是正确的，留着也是浪费资源。哼！各位老总都已经看到了吧？我们青龙科技公司的实力是他海瑞集团远远不能相比的。今后你们要跟着谁，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吧？没关系的，米杰尔公司的木马病毒很厉害的，他们防火墙撑不了多久。江晚星，怎么样？服不服？我们青龙科技的 AI 编程技术是不是比你挖走的那个员工强的太多了？你以为挖走我们一个员工就能将我们击垮？告诉你，门儿都没有！青龙科技正式取代你们海瑞集团。青龙科技正式取代你们海瑞集团。等今天过后，我将用一切的资源和手段快速吞并掉你的海瑞集团。我要让你和顾燕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刘青，就凭你，一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笑，还真是死鸭子嘴硬，不见棺材不掉泪呀。陆森先生，今天之后，我想通过你们贵公司的帮助，一起来对付他们海瑞集团。您看，只要贵公司能够通过检验，我们可以同意你们的一切请求。吞并一家公司
So easy。怎么样，江晚星？你们海瑞集团这下死定了！陆森先生，我是编程师顾燕，我想跟您聊一下青龙集团防火墙的事情。Oh my god！ 您就是加州大学获过奖的顾燕先生，您的作品曾经受到我老师的表扬，他说您是整个大厦最厉害的编程技术人员。顾燕先生，幸会。客气。这18道防火墙看上去十分坚固，我想也是顾燕先生您的作品吧。这18道防火墙看上去十分坚固，我想也是顾燕先生您的作品吧。陆森先生，我现在已经被青龙科技公司开除了。您现在看到的是青龙科技公司用 AI 编程做出来的系统，完全不是出自于我手。AI 编程？这怎么？这就是你的防火墙？不对，这简直就是一团垃圾！这样的垃圾你也拿得出手？陆森，你竟然打我！还说我们公司做的东西都是垃圾，这分明是你的木马程序有猫腻，故意不让我们完成订单。放屁！分明是你的防火墙太过垃圾，这个木马程序一直都是我们公司检验的标准。不是的，陆森先生，你听我解释。个屁！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拿到我们公司100亿的酬金，简直是痴人说梦！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拿到我们公司100亿的酬金，简直是痴人说梦！陆森先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是要终止合作吗？整个华夏可没有比我们青龙科技更好的编程技术了，这可是我倾家荡产引进了 AI 编程技术，你到底懂不懂啊？刘青，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这 AI 应该是引进 M 国的吧？米杰尔公司作为 M 国科技巨头，难道自己不能用 AI 编程出来，还需要花费上百亿来找你合作？你们米杰尔公司之前不是看过我们公司写的代码吗？不是说我们公司做的代码是精品中的精品，怎么现在忽然变卦了呢？想必先前米杰尔公司看的应该是顾燕写的代码吧？卢森先生啊，有没有可能是贵公司的木马程序太过强大，已经超过了检验标准了，所以青龙科技的安全程序才无法通过检验？可能您不太了解，并非是我们公司的木马太过强大，而是这群人所做的代码就是一团垃圾。在我们国家，就连高中生做的代码都比他们强。什么？还不如高中生写的代码？你这个丢人现眼东西！你这个丢人现眼东西！高中生，这可是我倾家荡产买来的 AI 编程技术，你竟然说还不如高中生？放屁！你们都是在放屁！我们如此信任你们，而你却想用这种垃圾代码来蒙骗我们上百亿的资金。骗子，国际骗子！我对你们大夏国实在太失望了。我们米杰尔公司对你们市，甚至你们大夏国都失望透顶。如果您不能给我一个交代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公司将再也不会来大夏进行科技合作。陆森先生，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们的失误。不过，请陆森先生您放心，我一定对青龙科技公司进行查办，尽快给您一个交代。陆森先生，你们公司这项目，他青龙科技不能交付，但未必我大夏所有的公司都不能进行交付。他青龙科技在我大夏不过就是吊车尾一样的存在，根本就上不得台面。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都没倒闭，多亏了顾燕高超的代码编程技术。可惜的是，他们竟然有眼无珠，将这样的顶尖人才给踢走了。但万幸的是，人才并不会被埋没。顾燕现如今在我们海瑞集团担任副总裁，并且还做出了比青龙科技强100倍的安全系统。罗森先生，这是我做出来的安全系统，可以抵御全球最顶尖的黑客攻击，您要不要试试？这是我做出来的安全系统，可以抵御全球最顶尖的黑客攻击，您要不要试试？顾先生，请展示。罗森先生，
现在可以用你们的木马病毒攻击我的安全系统了。Oh my god！ 顾先生，您的系统果然强大，我们用来测试的木马病毒根本就无法突破你的防御。天哪，不愧是顾燕啊！这代码程序真是长脸了，为我大夏国长脸了。顾燕，天才呀！啊，你小子可真是个天才！这样的代码程序，估计整个华夏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写得出来吧？你是真正的天才呀！诸位，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我大夏国的代码之神，科技界的泰山之石顾燕。江总，顾先生，请你们一定要和我们合作，这100亿的资金还请你们收下。此后我们公司还有1000亿的项目，想和贵公司商谈合作，顾先生，请您一定要同意。此后我们公司还有1000亿的项目，想和贵公司商谈合作，顾先生，请您一定要同意。这方面的话，我就听江总的。抱歉，江总，还请您一定要同意和我们的合作。好，顾燕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在我们海瑞拥有最高权限，之后的项目合作中，他也会全权负责。好，那我们去签合同吧。不行啊，陆森先生，你和他们签合同合作了，那我们之前签的合同该怎么办啊？陆森先生，你不能言而无信啊！刘先生，您难道是一头蠢猪吗？米切尔公司需要的是顾燕那样的代码天才，而你却用 AI 代码来糊弄我们，你这样的公司早该倒闭了。这怎么行？怎么会这样？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你不能顺利通过检验，那么不仅我们的合作会终止，你还要背负10个亿的违约金。10个亿？不，顾燕，不，干爹，我认你为干爹啊！不，亲爹，我以后改姓顾。顾燕，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们青龙科技公司呀！我们青龙科技公司要是离了你，早就倒闭了。以前是我不对，是我有眼无珠，我永远不是泰山，我错了，对不起，求求你救救我，顾燕，求求你救救我！开！刘总，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怎么把我从青龙科技公司开除的？你是不是又忘了当初怎么在公司对我进行打压的？你不是说我的代码编程技术比不上的 AI 编程吗？你不是又说我的代码技术给你们青龙科技公司扫厕所、看大门都不配吗？贵公司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像我这样的废物根本踏不进你们公司半步。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完了，10个亿的赔偿金，我青龙科技彻底完了。顾先生，我们去签合同吧。好。顾燕，你得意什么？你现在看起来威风八面、意气风发的，但你马上就要死了，你知不知道？陆森先生，你刚刚签约的这个员工得了胃癌，还是晚期，马上就要病发身亡了。我劝你还是马上跟他终止合同，别再被他骗了。顾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好，我相信你，顾先生。这个陆森是糊涂了吧？女儿啊，这家伙现在接到了100亿的订单，就算过些日子他死了，也能得到海瑞集团数不清的钱呢。你现在啊，不能意气用事，你现在得忍忍。对呀，没错，他马上就要得到大笔的钱了，但他要死了。快！顾燕，之前都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记仇好不好？咱们一起去看病，我陪你把病治好，然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好吗？顾燕，以后在病床上，
我一定会把你给照顾好的。不管多难的病，咱们都能治好。我可不能没有你啊！陈月啊，你见风使舵的本事比你妈厉害多了。看到我接到了100亿订单，就想跟我好好过日子，是不是等着我死了之后拿走我留下的钱呢？你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阿燕，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是突然幡然醒悟了。咱们结婚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你都会原谅我的呀。哎，前2天咱们不是刚刚领了离婚证吗？老公，你就再给我这一次机会吧，就一次，好不好？我给你多少次机会了，你都不珍惜啊！况且现在，如果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就凭你这副身体，能干什么？老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其实得胃癌晚期的人不是我，是你。其实得胃癌晚期的人不是我，是你。怎么可能？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老公。是啊，顾燕，这些日子都是我老糊涂了，一直让小月跟你离婚。其实这些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恨你就恨我吧，但是你千万不能怪小月呀，这个更不能开这种玩笑，对吧？是啊，老公，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谁跟你开玩笑了呀？医生把诊断书都发到我手机上了，不信你看。怎么可能？得胃癌的人一直是我。不是顾燕吗？没错。为什么好端端的怎么变成我女儿了呢？也就是说，之前你说要卖房，是给我治病。没错。之前护士说还剩1周的寿命，是我。没错呀。原来你卖房是为了我，手术也是要给我做的。女儿，你没事吧，女儿？我说这几天我怎么一直有点咳血，我还以为是上火了。老公，求求你，救救我，你别离开我，我们复婚好不好？离婚是你提出来的，现在又想复婚，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你把婚姻当什么了？你明明知道我现在生病了，你怎么可以跟我离婚呢？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什么呀？你不是说谁生病了就不要拖累对方吗？不一样啊，这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啊？我不管，你现在必须立马跟我去民政局复婚。我们曾经爱得那么轰轰烈烈，你怎么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就是啊，你看我女儿之前多么的爱你啊！再说谁说癌症不能治了？癌症还是有几率能治好的。到时候你病了，在床上起都起不来，还要我背着你去医院。我们车子也没有了，外面刮风下雨，我还要背着你坐公交车，最后我还要给你把屎把尿，对吗？这样的生活你没有愧疚吗？如果好好治疗的话，以后的日子还能会好起来的。我为什么要用我的余生去赌你一个几率啊？我凭什么要用我的余生换你一个几率啊？你如果今天不跟我复婚的话，我们就跟你打官司，跟你拼到底。打！现在就去打，打到你死，死了之后我跟你老父老母打。求你了，不要走！求你了，不要跟我离婚！你不要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我！刚开始你生病的时候，我想方设法救你，可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不要让我拖累你，还不让我卖掉我的老房子。现在你们达成目的了，开心啊！不一样
老公，这个情况真的不一样。请你说到做到。当初你说过无数次了，说如果你生病了，你绝对不会拖累我。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不要那么自私？你这个人真没有良心！你老婆现在得了癌症，你却要离开她，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平淡败坏的人呢？滚开！好口不挡道。顾燕，是不是我现在跪下来求你，你就可以跟我复婚？试试啊，我考虑考虑。顾燕，之前都是我不好，求你了，不要离开我。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我会死的。现在可以跟我复婚了吗？不可以。你居然敢耍我！我只是说考虑考虑，没有答应你考虑完之后就一定要跟你复婚。我现在都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在这羞辱我？我羞辱你怎么了？当初你以为我要死的时候，你想方设法想整死我呀？我不是想整死你，我是想着我们2个人起码有1个人是可以活下来的。是啊，你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后会好好活着。你知道你老婆得了癌症，你却不告诉她，你这是在杀人，你这是在犯罪，你知道吗？举报抓我呀！自己不拿体检报告，关我屁事儿！自己不拿体检报告，关我屁事儿啊！顾燕，求求你了，不要离开我，你救救我吧，我想活下来，求你了！你不认识什么李少、刘总吗？让他们给你100万，让你去治病啊！现在去医院找那医生，他要是没走，你还能活。李少，求你了，给我点钱救救我吧！100万对您来说不就是零花钱吗？求你了，救救我！滚开，臭婊子！你算什么东西？本少有这零花钱，不如多找几个女人玩玩。晦气！妈，你还有养老保险吗？你把养老金给我，拿去治病行不行嘛？求你了！妈的养老金还得养老呢，就算是把你的病给治好了，那你以后也不能出去工作养妈了呀，是吧？这怎么能这样？是啊，一点人情味都没了，还是当妈的呢。就是。快走，快走！妈，陆森先生，江总，我们走吧。别走，顾燕，李少，别走，别走啊！救救我，救救我，别走！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的爱过，但我没有想到，即使曾经爱得那么轰轰烈烈，我也看瞎了眼。我只想奉劝天底下所有人，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傻傻的自我感动付出，因为对方或许并不值得你托付。我不是在鼓吹恐惧婚姻，我只是想告诫大家，在傻傻付出的时候，多给自己留一点退路吧。